把江湖沉入陈年酒，醉眼望断石而重柔，袖线挑落风雪落宽处，梅花提了旧恩仇，长街绚满褪色灯笼，照见指尖檐下暗涌，马蹄卷起无言回首处，残杯喝满了。刚刚弄错了，刚刚那个没点竖屏，刚才没点竖屏，然后就开了之后是一个横屏的直播，抱歉，是我的这个疏忽了啊，因为我毕竟是一个新主播，朋友们，新人主播刚刚那个小刘刚刚上线，所以呢就比较的对这些设备什么不是特别清楚，然后各位多多关照啊。人山四绕刀锋手，明月悬弓射鳌首，天地同奏。有朋友你就装吧，你是我粉丝吗？谁家粉丝看到自己家这个喜欢的这个艺人，往后他说你怎么你就装吧，出门在外就面子都是粉丝给的啊。有朋友老大我明天考试，好的好的，考试的朋友赶紧去休息，别看我直播了，好不好？别看我直播，赶紧去休息。然后那个反正我直播有回放，等你考完试一落一稳了啊，咱们就咣咣的，就是把直播补一下，好不好？你先去复习一下。行不行？辛苦了，辛苦了！你这明天就考试了啊，真的是。发江浮沉入陈年酒，醉眼望断石而重柔，袖线挑落风雪落宽处，梅花提了酒。刚有朋友说，哎，吃腊八粥了吗？我看到这样的朋友啊，我真的是啊，就是你说吧，你说我就是回他也不是，不回他吧，显得我们好像就是没有一个年味儿。但是我就是对你很无语，我想给你踢出去。你不要觉得说，哎，刘宁怎么这样？刘宁怎么人粉丝问你关心你，问你喝没喝腊八粥，你要给人踢出去？不是，朋友们，听我解释。我刚才朋友们，我今天为什么直播？因为我今天为什么？你看我为什么现在就是画的跟个鬼似的，小头型抓上了，往后眼妆画的跟鬼似的，为什么？朋友们，为什么？因为我刚才有个商务直播，京东刚才商务直播了，朋友们，我商务直播之后，我就了这个妆法，我就寻思给你们再播一下，就说明你刚才有朋友说你哎宁哥你那个啥你那个喝腊八粥了吗？就说明你刚才我的商务直播你是没看的。你连我商务直播你都不看，你就肯定第一你不是我粉丝，第二你不支持我的工作。我刚才在商务直播里哐哐造一碗，你问我喝没喝腊八粥？有朋友说怎么事刘宇宁，你现在直播卖货了吗？这也是一个不是咱家朋友啊。这怎么事刘宇宁？你看你现在就是不是都说你这个平时直播都是一个就是属于说给家人们一个福利吗？给到家人们一个福利，纯主打一个陪伴，然后不卖货也不开礼物，不就主打一个陪伴吗？说哎怎么事刚才商务直播卖货了呗？怎么事是这样的啊，那个，毕竟呢，我是就是作为一个这个艺人，他是有一些商务合作的，啊，是有一些商务合作的，但是刚才那个商务直播，我想说就是纯一些就是福利给到家人们，哦，因为那货也不是卖货，就是在那个这个平台这直播嘛，所以就是以纯一个福利给到家人们，不卖货。恩仇，长街绚满褪色灯笼，照见指尖檐下暗涌。所以朋友们是这样的，像这种朋友呢，咱们就是忽略他，下次再有这样的问题，我都不再搭理他的。也希望朋友们就哪怕以后我有品牌合作，一些品牌上的直播，我也希望各位光临，好不好？也参加一下我的这个商务直播，去给我撑场面，显得咱们就是异常火爆，好不好？
哎，进去给我喔啦喊，给我撑场面，行不行，朋友们？谢谢各位了。所以呢，就是刚才那场是商务直播，但此时此刻的我属于就是一个纯纯的一个福利给到我的家人们。啊，就是一个陪伴。咱们今天这个直播呢，也没有什么内容，因为就是我觉得后面因为比较忙嘛，然后明天一堆事儿，后天一堆事儿，都是事儿比较多，所以今天就是收的稍微早一点，我就抽空上来给你们播一会儿啊。然后这是第一，第二是什么呢？第二就是我的直播也没有什么内容，然后就是上来给大家闲聊一会儿啊，就是跟你们一块儿去，不算是消磨时光吧，也算就是叫做这叫什么？大张伟有首歌什么，就是那个我搜一下那个歌叫什么？虚度时光，是不是虚度是吧？虚度光阴啊！我那有首歌叫大张大张伟的歌叫啥？我看一下啊啊！共度美好时光，共度笑，共共度良宵。这叫什么？啥歌来着？他歌太多了，朋友们。哎，嗯、哎，什么歌来着？你们现场没有大张伟粉丝啊？就叫呃我一时想不起来了啊。那首歌我还很喜欢，没听过，不知道我说什么，我形容不太贴切是吧？只想和你共度时光是吗？OK，只想哦，对对对，哦，你看大张伟粉丝都来了，是的，这个和你共度时光，在每个早这个歌想和你共度时光，和你共度时在是剩下的愿我只想是红人生红是忘记情哒啦哒啦滴哒啦啦噔哒啦哒啦滴哒啦啦轻轻唱噔哒啦哒啦滴哒啦啦。哎，是的，纯纯就是净度这个今天周一晚上的时光啊！我刚才真的看了一下，今天周几嘛？因为很多朋友可能上班、上学什么的，然后周一我可能周五、周六播的时候，他们有时间看，因为休息嘛。那但是今天周一可能会耽误大家的休息。那如果你就是疲惫了啊，困了，累了。然后呢，就去休息。然后包括我看朋友们还有明天考试的，当然在这里呢，也祝这个所有明天考试的朋友能够考试顺利，好不好？然后一会儿去再翻翻课本，睡觉前再翻翻课本啊。嗯。想和你共度时光。刚有朋友说：“宁哥，你腿疼不疼？”我腿为什么会疼？你是觉得我老了，我拥有了这个老寒腿或者是什么之类的吗？没有啊，不疼啊，挺好的。你是因为我刚才就是练了个劈叉，你觉得我好像抻到了是吗？没有，不会，不存在，不存在，挺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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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比如腿一直抖啊，就是有这个贱毛病啊，腿喜欢抖啊，就有这个贱毛病。因为，我在直播的时候脑袋是飞速旋转的啊，飞速旋转的，所以这个抖腿其实也证明了你的心理节奏啊，就是这个表演的时候是一样的，心理节奏就是一直在这个心理节奏很快，在时刻看着朋友们在说什么，然后要给你们一些反馈啊。把江湖深入陈年酒，醉眼望断时而从容。袖线挑落，风雪落宽处。有朋友说那个不考试，课本都卖了。课本都卖了，我以前还真干过这事儿。我以前上初中的时候，大家都知道我学历不高嘛，然后初中之后知道自己以后的命运是要当厨师之后，真的去废品收购站把课本都卖了。我记得一堆书卖了4块6毛钱，转头就去网吧啊，就去打游戏去了。咱俩是一样的啊，一道号。挂咸鱼上了是吧 ？OK。挂咸鱼上，你那个销量估计也一般，卖不太出去。你还是废品收购站吧，好不好？有朋友4块6去网吧打多久？4块6，那个时候网吧，我小的时候，那个时候网吧是2块钱1个小时吧，2块钱1个小时，4块6就是2个半小时呗。暗涌，马蹄卷起，无言回首处，残碑刻满了青松。至此鲜花赠我羞，纵马踏碎琉璃愁。任他9万里，星穹崖尽头，斩断宿命向白昼。音乐声音好大，就是要贯穿你的耳膜。心如后涧流，抖落星辰作剑囚。夜开仙人山，四正道丰收，明月悬弓射鳌首。你这个平时是不是不去酒吧呀？酒吧里边音乐就是共词都是这种的。一般我以前在酒吧上班嘛，我一般上完班出来之后，我就是耳朵是听不到东西的。啊，耳朵是听不到东西的。但是在我这儿呢，你就是看我直播尽量戴个耳机看啊，尽量如果条件允许的话戴个耳机看。因为第一是什么呢？第一就是你有一种好像在听一个午夜的一个电台。虽然我不是一个专业的电台主持人，但是就会有一种在深夜陪你聊天的感觉。这是第一。第二呢，你看刘宇宁直播，有的时候旁边的人，如果你身边有其他人，会觉得你是一个精神病。哦，这可是看什么玩意儿呢？我怕影响你在这个那个社交场合的一个颜面啊。有朋友老大鼻子怎么破了？上火了吗？我那鼻子哪破了？没破。破在哪儿？你是觉得我这个人很破是吗？别给我瞎，是你手机屏幕碎了吧？对不对？换个膜啊！你的手机是鼻子破了，上火了。把江湖沉入陈年酒，一直在调音量啊。什么意思？你的意思我是噪音，我吵到你了是吗？受不了。醉眼望断时而从容，袖线挑落，风雪落宽处。梅花提了旧恩仇，长街绚满褪色灯笼。招贤只见檐下暗涌，
马蹄卷起孤雁回首处，残碑刻满了青松，赤子鲜花赠我手。音乐声音太大了，要聋了，耳朵要聋了，哥，真的假的？有那么夸张吗？我觉得你们有点夸张吧。我没事，不着急，我听一下，我自己听一下比例啊。纵马踏碎琉璃球，任他九万里行匈牙尽头，斩断宿命向白昼，天河心入喉间流，抖落星辰作剑愁，一开千人山色照到丰收，明月悬弓射傲愁，天地同游。Hello， 大家好 ，Hello， 大家好。天地同游。正好啊，你那声音太大了，你估计你手机问题吧，你手机是不是坏了？对啊，你看有朋友说我这听着声音不吵啊。这就是行，那我把那个音量减一点，没事。行，尽量是做到每一个朋友都能够有一个好的一个视听感受啊，这是我们作为主播的一个最起码的一个对自己的一个要求，要照顾到每一位这个观众朋友们的感受，哪怕他没那么喜欢我，他走过路过的那种的朋友也没所谓，也要给人一个好的感受啊，也要给人一个好的感受，嗯。声音小了吗？现在声音小了点是吧？嗯。说话声音小，你是你的问题，因为我刚才自己试了一下，不会小的，没事，踩踩耳吧，好不好？抠抠耳朵，啊、一天天的。把江湖沉入陈年酒，醉眼望断时而重柔。袖线挑落风雪落宽处，梅花提了旧恩仇。长街绚满褪色灯笼，照见指尖檐下暗涌。马蹄卷起孤雁回首处，残碑刻满了青松，赤子鲜花赠我手。然后2026年的演唱会我一定会去，行了，我等着你啊。对，因为应该还有2站，还有2站，一站杭州，一站南京，我这一巡就差不多了。然后这2站演完了，我就缓一缓啊，缓一缓，然后下次再开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了，我也不知道，也不是说不知道什么时候了，我可能就再不一样一点，或者是再出一些歌，或者怎么样的话，对，就先把这2站开了啊。踏碎琉璃球，任他9万里行匈牙尽头，斩断宿命向白昼，天河心入喉间流，抖落星辰作剑愁，夜开千人山色照到丰收，明月悬弓射傲愁，天地同游。哦，
不知道，我不知道，因为我对我后面可能我知道的就是杭州一站、南京一站，还有哪儿我好像还真不知道。哦，没事，到时候再说，先开完吧，我不想把这个，我是属于那种就是，我知道我后面有工作，但是你不要告诉我具体哪天干什么，就是那种，因为我如果我知道后天、大后天、大后天具体做什么之后，我就会开始去把就是我的思维就会转到那个地方，我就开始焦虑那天的工作该如何做了，我就觉得有点提前去消耗我的精力了，然后我当下的事儿也没干好，所以就是这样的。明天拍商务，我就明天起来把脸好好刮一刮，消消肿。晚上睡觉之前贴个眼膜啥的，那这是我能想到明天的工作的一个准备，就这样，不想提前焦虑嘛，把江湖真如然后新商务吗？不是新商务，不是新商务，就是那个别瞎打听，不是新商务，就是以前的商务，然后再拍一些物料，然后再拍一些广告片，因为马上过年了嘛，再拍一些新的广告片什么的，不是新商务啊。刘宁有什么资格接新商务？刘宁你也配？年久，岁月望断。小朋友热搜说你去花少啊，我不去啊。时而从容，修线条落风雪落宽处，梅花提了旧恩仇，长街雪满褪色的。没有，我就是想说什么，不没，我不知道要没邀请我们啊，团队那边接没接收到，但是我这边是没有接收到的，就是也不是没有接收到，因为我一年不能接太多综艺了，我真成综艺咖了，我不能接太多了，我现在就是因为我往年去的那种的，我今年肯定还会去嘛，那已经够多的了，已经录不过来了，现在那个开推也定了，啥时候录制？录制时间已经通告都出来了，然后档期也给留了，然后地球超新鲜也档期也给留了，然后通告也出了，所以就这两个这上半年先把这两个综艺给录明白了吧，因为我干啥事儿呢，就希望就是先专注当下的一个活儿，把它干好了啊。没撞吗？他们有方法解决的吧？我不知道，他们肯定有方式解决呢，朝鲜之间烟霞暗涌，马蹄阵会有书卷二梦吗？书卷二梦，不知道。敷衍回首处，残碑刻满了青松。这次鲜花赠我手，纵马踏碎琉璃球。任他9万里，心胸压尽头，斩断宿命向白昼。开推是原班人马吗？这个问题你问我，我就是不知道怎么回答你。没事儿，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开心就好，朋友们，开心就好，就是所有人都是，就是你看综艺也好，看剧也好，你都是获得那份怎么说呢？那份参与感也好，或者是那种就是怎么说呢？你就比如说你看一部剧，你会带入某一个角色，你就会经历一个故事。那你看某一个综艺，你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也可以获得欢乐，获得放松，获得一些思考其实都是 OK 的，对，所以各位就是我觉得凡事呢，不强求，任何事不要强求，不要有执念，然后就是在看某一个东西或做某一件事当中获得它的一个你想获得的东西就可以了不要太有执念啊。天河心入喉间流，抖落星辰作剑愁。一开千人山色照到丰收，明月悬宫射傲愁。天地同游。对，到时候等你开播你就知道了嘛，对吧？开播不就知道了吗？我现在不可能去说太多东西，
别搞得我这么像个营销号似的啊，搞得像营销号似的。那就不要啊，我基本不会说我这些朋友的事儿，我就说我自己的事儿就可以了啊。我有的时候说我自己的事儿，都觉得我在影射谁，没必要啊，也没必要影射谁。有朋友说60岁才做营销号呢，也没有了。我当时说60岁做营销号，我是开玩笑的。我混了这么多年，最后我混成了一个营销号。你觉得你宁哥的价值就是在这儿啊？哈？你不得说宁哥，你60年之后，你得是一个就是商业帝国的一个就是那种老板，刘氏集团的一个老板，商业帝国那种的那个老板或者之类的。你给我混60年，混成营销号了，天天在上面黑明星。嗯，来，今天给我盘点一下内娱所有男演员演技最差的评选。那下面有请第一位，我干这行去了啊。天地同走。然后我做个视频，在那人身攻击所有的这些艺人，然后你们作为我的粉丝在下面狂欢。没错，说的对呀，名副其实，他就是最差的，他就是不行。我的妈呀！我的人生不会如此的不堪啊！哪怕他是不堪，也是非常之精彩的啊！把江湖沉入陈年酒，醉眼望断时而重柔。然后宁哥，那个啥，那个我那个你工作室还招人吗？我付费去上班。你是哪个市的集团的？我是刘氏集团的，你姓啥呀？咱们就是你是那种就是那种太子爷，或者是那种就是那种太子女，你上班纯为了就是个人爱好啊，倒也不必啊。袖线挑落，风雪落宽处，梅花提了旧恩仇。长街绚烂，褪色灯笼，照见指尖檐下暗涌。马蹄卷起屋檐，回首处，残碑刻满了青松。有朋友宁哥接戏吧，想看，接可以。刚才那个朋友说宁哥接戏吧，想看你拍戏，好，我就因为这个朋友，我今天接戏好不好？就为了拍给你看的，感不感动？开不开心？就为了接给你看，其他人不重要，就是刚才问我说能不能接戏，想看，就是为你拍的。这丝鲜花赠我绣，纵马踏碎琉璃球，任他9万里行匈牙迹。行，开心就行。但是朋友们是这样的，开心总是短暂的。开心就是开心一下就行，因为我们作为成年人很难开心很久，对吧？你也成年人，我也成年人，咱们开心就是基本都短暂的，但是往往这个短暂的开心会让你觉得很珍贵。辗转宿命相白昼，天河心入喉间流，抖落星辰作千秋。别开仙人山，似这刀锋手。刚有朋友说不是说那个什么吗？说上你工作室上班嘛？上我工作室上班，你也没有什么的，就是怎么说呢？有什么优先权？能够陪着老板工作或怎么样的？明月悬弓射傲愁，天地同走。
把江湖斟入陈年酒，醉眼望断时而从容。袖线飘落，风雪落宽处，梅花提了旧恩仇。我说老大，我最近拿你在练速写，画我啊，挺好挺好。你就属于我那一批朋友们，就是前途无量200块那帮朋友是吧？行嘞，拿我练速写，就是我这个人体模特会不会有点抽象？你画的是抽象画吗？还是说你是主要是这一块就是动物写真这块比较专长？长街绚满褪色灯笼，照见指尖檐下暗涌。马蹄珍惜孤雁回首处，残碑刻满了青松。这次鲜花赠我手，纵马踏碎琉璃球。任他9万里，心胸压尽头。斩断宿命向白昼，天河心入喉间流。然后老大拿你的歌那个什么，练平板支撑，行，挺好。就是平时健身的时候听我的歌是吧？行，可以听听歌啥的，然后健身啊。抖落星辰作剑愁，一开千人山色找到丰收。命运悬弓射傲愁，天地同游。天地同游。有朋友宁哥，老大，下次有人有代拍再怼到你脸上拍，你就打他们。你是不想让我好了？你现在属于就是有点就是怎么说呢？教唆别人就是犯法。你是教唆我犯法，让我就是使用我的暴力。你说当时你说比如说有代拍过来拍我，直接把手机塞我嘴里了，我当时一气之下就是给他来了一个后勾拳、右勾拳，直接一个右勾拳击倒在地。你说我是不是得进去蹲个几天？你什么意思？有不说再有代拍你就喊一声，我过去打他。你们是模仿黑社会，你们都这法盲吗？都是。那天就是我现在也能碰到一些，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不知道，反正我就觉得，就是很正常啊，这个很正常，因为我以前可能没遇到，也是因为以前可能没不火吧。啊，就最近一年遇到的都比较不知道，反正就是因为大家都在经历这个东西嘛，所以就没什么可说的。但是可能今年就是遇到了更多，就是他可能他都不是你粉丝，他也不是你的私生或怎么样的，他就纯就是凑热闹代拍。但是就是他，因为他第一他不爱你，他想拍明星，然后自己发微博，发各种短视频平台，他想当网红。他想要流量，因为很多人其实都渴望当明星，包括我就想当明星嘛，我喜欢被人所关注。那我发了一条东西出去之后，有很多人点赞，有很多人给你评论，那种感受是很开心的。所以呢，他们很多人拍完之后就是为了发一个，然后到时候就有一些点赞，让他瞬间感觉就是生活当中有很多人关注到他了，或者是做个号啥的，就是很正常这种东西。有的说你就哐哐把人手机打掉，把人手机打掉，你不得给人赔手机呀？我何必呢？我何必呢？对吧？
就是对，所以就是各位就是那个遇到看到那种视频，就不要点赞，也不要去给评论什么的啊。没事，其实我这个人就是怎么说，因为我毕竟我一个30多岁的人了，然后那个啥大小伙子东北人，然后我其实都不差这些事，就是没有感觉这些事儿是一个什么事儿啊。但是有的时候呢，比如像我从酒店出来，他就是你可以拍啊，你拍你很正常，你没什么可矫情的，你作为艺人，但是他就站在你面前堵着不让你走拍你啊，这种是非常没有礼貌的，且没有公共道德秩序的一个怎么说呢，一个行为嘛，对吧？就堵着不让我走。然后呢，我一绕开他们，直接手机怼脸上，没礼貌就是啊，没有礼貌，所以就是无所谓了。那这种人就是，那你怎么办呢？对吧？都说这个明星怎么样，明星怎么样，其实很弱势的啊。我哪怕我说一句不好听的，我都得黑死我。有朋友，下次你戴个面具吧。朋友们，现在我就戴的面具。我其实本人长得跟鬼似的，现在也挺像鬼啊。活着的生活，它每天都一样，重复的没有一点空。有朋友说反拍他们，就是有人拍你的时候，你拿手机拍他们。我拍他们的意义是啥呢？我要干嘛？我让我的手机多一条内存。我是让我手机多一条内存，然后让我的内存里放一些就是这些人的视频和照片，他们的样子。我是为什么？我是要吓退他们。就是你在日后正常，他们是啥？他就是你在日常当中，你只要举起手机拍对方，对方就被你吓退了。不会。有朋友说上网上曝光他们，那我哪能干这件事啊？朋友们，我这不就是属于网暴素人了吗？罪过大了，朋友们。不行，做不了这事儿。你可以干这事儿，作为艺人不能干，那不属于网暴素人了吗？对吧？如果他真的触犯法律，我可以告他。但人就拍你，然后你就反拍人家，放到网上让人骂他，那不就是属于网暴人家吗？对吧？我就是那种，我就是被人网暴的一个人，然后我再去网暴别人，就是屠龙少年终成恶龙了。我是这样的吗？自己变成了自己最讨厌的那种人。幻想，醒着或睡着，它为什么都一样？不难想象，晴天雨天。有朋友说宁哥，你的衣服像二维码，你扫一下。你扫完之后，估计你能加我微信，你扫一试试。你扫一扫。我都说那么素人为什么可以网暴艺人？那很对啊，所以就是其实，在不能说这个艺人什么什么得了便宜卖乖啊，但是其实，在舆论环境当中，艺人属于一个弱势群体啊。对，艺人属于一个娱乐环境，我只说娱乐环境啊。对他不能说太多话。我作为艺人，其实说的话比较多了，已经啊。我其实我觉得以后我也少说话啊。话太多了，所以我有的时候咱就以后直播咱就聊咱自己的，也别聊这个行业，也别聊这个现象，也别聊任何人，就聊我自己。把江湖沉入陈年酒，醉眼望断时而重柔。袖线挑落，风雪落宽处。梅花提了旧恩仇，长街喧满推。我说你的 BGM 真的很大，我小了，我已经给它调小了，可以吧？
马蹄卷起孤雁回首处，残碑刻满了青松。这次鲜花赠我绣。可以啊，这现在不打了吧？行。任他9万里，星宿呀尽头，斩断宿命向白昼。剑和心入喉间流，抖落星辰作剑愁。夜开仙人山，四正刀锋手，明月悬弓射鳌首。有问说宁哥，你耳机什么牌子的？你怎么好像你是我怀疑你是这个厂家，你故意过来问我，然后让我有一个就是软植入，是不是？啊，不接这活啊！我在我直播间里不给大家推荐任何的产品，我只给大家推荐刘宇宁好听的歌曲。天地同走，把江湖真如真。那是另外的价钱，朋友们。那是另外的价钱。醉眼望断时而重游，袖间飘落风雪落宽处，梅花提了旧恩仇。长街绚满褪色灯笼，照见指尖檐下暗涌。马蹄卷起孤雁回首处，残碑刻满了青松。有朋友营销号说江山大同是真的吗？江山大同，我没接啊，对，不是我啊，那个演员应该不是我，是别人啊，不是我啊。这次鲜花赠我手，纵马踏碎琉璃球。任他9万里，星宿呀尽头，斩断宿命向白昼。天河心入喉间流，抖落星辰作剑愁。有朋友是谁？我哪知道人演员找谁？你问我了，你打听我了，你有毛？是谁跟你有啥关系啊？你投资商啊还是什么？还是你平台的？自己日子过好比啥都强，你关心人家一部剧的主演是谁？你是真是闲出屁来了！我从来不关心任何一部剧定了谁导演什么时候播，跟我没啥关系。我跟你说，人是这样的，你要专注自己喜欢的事儿去做，或者专注自己的事儿，你的日子才会过得越来越好。一部戏的主演是谁，你要去关注，那你的一天的精力都在干嘛呢？开前人山色照刀锋手，明月悬弓射。你就算知道了又能如何？跟你有1毛钱关系吗？我跟你说，朋友们，我始终是这样的，跟我没关系的事我从来不打听，我从来不关心，只要跟我生活工作没关系的事我从来不打听，因为他跟你没关系，你打听你就算知道又能如何啊？你要有这个心态，你在生活当中真的，朋友们，你千万有这个心态，不要去关心任何跟你不相关的事儿啊。傲愁，天地同游。天地同游。如果我说我是说，如果你会不会有天也离开我的生活？剩我就只剩下一个我。你对我说
不要。路人问说腊八粥怎么做啊？你就是刚有朋友说路人想问一下腊八粥怎么做啊？路人的话我就不回答了，因为一群我的这些朋友们、家人们在这问我问题呢，好不好？你既然是路人，对不起，就是如果排队的话，目前你的问题没有排到号。但如果你真的是那种非常求学欲望非常强那种的，你关注一下我的微博，只要你关注了我的微博，那咱们就是朋友，咱们就是好朋友，咱们就跟一家人一模一样，好不好？只要你点了关注，咱们这块就都是朋友。哎，你永远会像寒冬里炙热的烟火，伴我会一直温暖着我。可是我害怕我一个人被你丢下，害怕每次分别后的牵挂像朵野花被遗忘啊。所以每次在你走的时候，我都紧握着你的手，对你说要记得回来看我。因为说过要重逢，所以我没离开。我会等。有朋友说，宁哥昨天那个在现场有听到我们喊吗？听到了。但是听的这个不是特别清楚，原因是因为我在台上的时候戴的都是耳返。戴耳返的话会屏蔽一些声音，但是我听到你们喊了，然后当然我也想说，那个我每一次去录一些什么春晚什么之类的，那种就是比如说江苏春晚啊，包括北京春晚去录的时候，大家在下面都很热情的给我鼓掌，为我呐喊，给我欢呼，我就很开心，然后也很感谢各位。然后因为录节目确实很累，做观众确实很累，然后呢也那个也很辛苦，当然感谢各位的呼喊。然后但是我看到网上有一条说，那个我那天录江苏的时候，录江苏春晚的时候，有朋友说，哎，老大是不是不开心了？怎么感觉他不怎么笑？是这样的，哥们儿，这第一呢，哥们儿我也不是卖笑的。我去哪？因为我那天你去是当观众，你要看我，你算是半个工作，但我那天去是全程我是去工作的。而且江苏卫视的这个演播厅不是我的粉丝见面会的现场，我得分清它是什么东西。你来我演唱会上，我嘎嘎给你乐。我去那地方是干活的，我在外边得有个干活的样儿，我不是在那跟人家嬉皮笑脸的，我要在外边表现的我一个就是专业性的一个东西。我去了跟粉丝互动去了，你们好吗？开心吗？辛苦了。让我听到你们的喊声，往后余生。我带劲儿啊！我干嘛？我在那儿啊？我不可能，那是我工作啊，那是我工作，我得有朋友说得装一下，不是这么难听，但是其实就这么道理，不能说得装一下，但就是这个道理。我出门在外，我作为一个艺人，我作为一个歌手，我那天去演出，那是我的工作，我要尊重舞台，尊重所有的一切，包括观众，我尊重观众，我不是去跟你嬉皮笑脸的。我该礼貌的跟你打招呼，跟各位就是打招呼，啥都可以。但是我不能，我得保持专业性，我不是说好像那种就是没见过世面那种的，看粉丝一多我在那嗨到不行那种的。我得装，不是，我得那个专业一些，朋友们懂吗？而且不要，朋友们，你们在现场是什么呢？你可以就是给我鼓掌欢呼也好，或者是说夸我真棒也行，但是不要举个手机说刘宇宁，举个手机。我以前跟大家说过，我这个人有一个臭毛病啊，非常不好的一个毛病，就是咱家可能很多朋友粉丝朋友们就是非常非常那个支持我，也喜爱我，但是我这有一个特别我不喜欢的一件事啊，就是我这个人，我这个人心里就只需要2个字，尊重。我特别在乎这2个字，尊重。我特别希望，而且我跟粉丝聊尊重这件事儿，其实在这个行业里有一点没溜，但是我希望我跟咱们家的这些朋友们彼此有一个尊重，因为我只要感受到对方不尊重我了之后，
那我就不想跟他说任何话，或者是不想跟他有任何的认识的机会，或者是任何的交流，我不会有任何的交流，我是这样的一个人。对，但如果你非常尊重我，我一定会把你记在心上。当然不可能说捧在手心里啊，那个是不至于的。就是我会很就是我非常不喜欢的就是你拿着手机跟我打招呼这件事儿。如果你真的想跟我打招呼，说哎刘宇宁 ，Hello 刘宇宁，我如果碰到你了，你没举手机，我一定会跟你回复，我说 Hello 你好你好，我一定会回复你的。但你举那么个手机，你让我跟手机打招呼是吧？你开直播呢？你当网红呢？你在那儿？Hello，宁哥，举个手机来跟我直播间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那想有朋友说，哎，这个朋友说的问题很关键，说那我想记录下来呢，可以记录下来，那你就不要跟我打招呼，你就记录下来，你来说，比如说陪我一块录节目也好，或者看我演出也罢，或者我从你身边走过也罢，但不要喊我。你可以不是说不让你拍，我没有矫情到不让你拍，但你不要喊我，好不好？如果你说哎我就想喊你，这样你现场别喊，你后期回到家之后后期配音啊，你后期配音可以，但现场那个感受是非常不好的啊。有朋友给我总结说，要么拍，要么喊。倒也不用，倒也不是啊，也不是说没礼貌，开玩笑，我就是把这个东西说的有点严重啊，但其实没那么严重，我只是说，但是你怎么做是你的选择，我没有那个资格去要求你怎么做啊，我是谁呀，对吧？我没资格要求你怎么做，但是我想跟你说，以后就是你举着手机拍的时候，你可以拍，你可以喊我，但是我不回复你，你不要说我不开心了，你不要说那个。因为我碰到过这种的啊，就是有一次我就近期，然后我也参加一个活动，然后有一个男的拍我下车，然后下车之后呢，然后就一直拍我，哎，刘宇宁一直举着手机拍啊，我都已经点过头了，哎，刘宇宁来转过来打个招呼，举着手机拍，就是刘宇宁转过来打个招呼，我就那一刻我觉得我非常的就是不能说很生气吧，我就觉得。如果我不是艺人的话，我真的举起手机我就拍他，我说来，你给我跳个舞。他说，哎，刘宇宁，来跟镜头打个招呼，我这都无所谓。然后呢，我没有转过去跟他打招呼，然后呢，他接了一句，哎呦，这么高冷啊！我当时一股火就升起来了，我这纯暴脾气啊！哎，这么高冷啊！这跟高冷有什么关系啊？我当时真是，如果我不是艺人，我直接拍他，我说来给我跳个舞，不跳，这么高冷啊？你有什么可牛的啊？我让你跳舞，为什么不跳一下？你转个圈，转圈，不转，真高冷。如果我说我是说，如果你会不会有？是不是？按我那性格，真的是我真的有的时候当艺人，真给我憋坏了，给我憋坏了。我当时就在他面前拿出一个纸巾，一个萝卜，我就跟他说纸巾，我就直接拿手机拍他，然后摆一个纸巾，摆一个萝卜，我就问他，我说纸巾，哎，萝卜，胡萝卜，哎，真棒，真棒。你离开我的生活，剩我就只剩下一个我。你对我说不要失落，你永远会像寒冬里炙热的烟火。有朋友说拜托你让娃好好学习吧，拜托让我说一句让孩子好好学习。这样的朋友是这样的啊，我遇到很多的就是这种
就是我朋友的朋友啊，就是比如像，就是我朋友就会说，哎，那个小宁，你帮我给我个签名照呗，然后那个你上面帮我写上那个写个兔签，说兔谁谁谁，然后说那个帮我写一个就是写一句话，比如像什么呢？比如像谁谁谁这个听爸爸的话，好好学习，然后多多吃饭，身体健康，然后再也不什么，就是类似像再也别不写作业了什么这种的啊，类似的让我写。然后呢，我就想说，哦，那估计是个小朋友呗，对吧？一个小朋友，就是可能他爸话不听，他听的宁叔叔的，估计是这样的，然后就是让我写嘛，写完之后，他可能认为他孩子会听我的，就刚才那个朋友也是说，哎，叫我家孩子好好学习吧。我跟你说，你是这样的朋友，老姊妹儿，哥们儿，你家孩子学不学习跟我一句话两句话真没关系。你也千万不要说因为我在这儿开直播，所以你家孩子不学习了。我就算不开直播，你家孩子该不学习他也玩别的去了。他可能在王者峡谷跟人相约，跟人对线，他也有可能在和平精英里边跟人跳伞。他可能是这样的，你明白吗？就是他学不学习不在于我刘宇宁开不开直播这件事儿，而且他想不想去学习不是我一句话就能听的，他爸妈的话都不听，他能听我的，我算老几？伴我会一直温暖着我，可是我害怕我一个人被你丢下，害怕每次分别后的牵挂像朵野花被遗忘。有朋友说，那是因为宁哥是这样的，那个你开播我就不想写作业了。碰瓷儿，你这句话给我怼的，你就是我开播你就不想写作业了，就是他这说的话也没毛病。朋友们，对，确实我如果不开播他就可能在写作业嘛，对吧？我开播了他就不想写，他想看我直播嘛，也没错。就是你给我扣了个帽子，这个帽子太大了，就是我影响这个广大的学子好好学习这件事，刘宇宁直播影响到广大学子好好学习考清华北大这件事了，已经严重影响到清华北大的一个升学率了。我的一场直播竟然可以造成这么大的一个问题，你这个帽子给我扣的有点狠，你想让我使？所以每次在你走的时候，我都紧握着你的手。就是他有一天，朋友们，他到公司应聘，人老板说你哪个学校毕业的？哦，我哪个学校毕业的？哦，那你这个学历不太行啊。他说不，我当时我能考上清华北大，但是就因为看了刘宇宁直播，所以没考上，所以现在学历稍微差那么一点。回头他告我工作室，说因为看我直播耽误他当年学习，没考上清华北大，找不到好工作，是因为我耽误了他的前途。对你说要记得回来看我，因为说过要重逢，所以我没离开。我会等冬去春来，那山花谢了又开，听你一声呼唤，就为你奔赴而来。我们一定要重逢，我在这儿已经说了，朋友们是这样的，你这种人呢，我跟你说，你这种人属于什么人呢？咱说一个极端事件吧，比如说你走在马路上，马路上有一个摆摊的正在卖这个葱油饼，他正在烙这个葱油饼，你二话不说，一脑瓜子扎过去，就是抓起一块葱油饼，哐哐就炫嘴里了，人家就报警了。报完警，你说我吃葱油饼是因为他在这路上摆摊太香了，给我香迷糊了。他不摆摊，我不就不犯这个错误了吗？就是因为他就是给我香迷糊了，我就受不了，我给我抓了一把。那他不摆摊不就完了吗？怪我吗？我不怪我他不摆摊，我怎么可能去吃那个葱油饼？我这人最不爱吃葱油饼，他就属于这种人。我告诉你，我给你一类比，
你就知道现实当中他这种人有多可恶，纯不就是那种无赖吗？会离开，月亮它弯了又圆，年轮一圈又一圈，我会一直是不是道理？我开直播耽误他写作业了，人家开这个葱油饼摊，他给他香迷糊了，所以他就是给吃了。等待，因为你是命运给我最好的安排。有时我害怕我一个人被你丢下，害怕每次分别后的牵挂像朵野花被忘啊。所以每次在你走的时候，我都紧握着你的手，对你说要记得回来看我。因为说过要重逢，所以我没离开。我会等冬去春来，那山花谢了又开。对，像那个你看看，你刚才说，哎呀，赶紧给我娃说句，让他好好学习吧。这个朋友，我跟你说，你就没有什么呢？你没有在我演唱会的那位姐姐有智慧。我不是说拉踩啊，你看我演唱会上那位姐姐，她带着她姑娘来看演唱会，为什么来呢？是因为她姑娘考试考的成绩非常好，她给她姑娘的一个奖励啊，说带她来看演唱会。你看人家这个父母当的，这是教育。哎，任何东西你得有奖励和惩罚，这样孩子才会那个什么，对吧？你不能靠我一个外人去让你孩子学习好。你一声呼唤，就为你，是不是这一笔高攀离下，对吧？奔赴而来，我们一定要重逢，我绝不会离开。月亮它弯了又圆，年轮一圈又一圈，我会一直等待，因为你是命运给我最好的安排。有朋友问我，宁哥16派等于几？你是作业没写完，让我帮你写作业来了？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千万不要回答他啊！这种人是什么呢？就是边看我直播边写作业呢，然后这道题不会，他在直播间来求助了。不要回答他啊！我为什么告诉大家不要回答他吗？因为我不知道。有朋友说50.24，不要告诉他。你完了，我跟你说，刚才那个朋友就因为这道题，他是投机取巧做对的，完事儿，他考不上清华就赖你们。我告诉你们，当年有一帮就是奇奇怪怪的叔叔阿姨，就是没有让他好好学习，直接告诉他的答案，耽误他上清华北大，以后都得告你们。我告诉你。有朋友说，宁哥，我就喜欢看你商务直播。真不错，这是好朋友，朋友们，这是家人，这是朋友啊，这纯因为他这对吧？你不能说我平时那个他属于什么呢？他就是这种，我是看了刘宇宁的这个日常直播，我获得了欢乐也好，获得了这个浪费时间的那个机会也好，我是看了刘宇宁私人直播，就是个人直播，但是呢，我觉得对他的支持，那他在商务直播的时候，因为我平时他给予我陪伴了，那我就商务直播我也去支持一下，蹭蹭场面，带人，就是那种比如说咱们就去哪儿地方直播间就跟出门跟人就是怎么说呢，就是那种出门打仗一样，你去过蹭场面去的。
哎，咱们这一帮人去，哐哐就去了。你属于给我撑场面那种人，就很好，对吧？嗯，就不能说那种就是你啥不支持，纯纯索取那种人，我就觉得一般。嗯，对，有朋友说属于群演，不，你就当自己是主角，那个直播间没有你干不下去那种的。人一定要知道自己就是得把自己捧高一点，就包括此时此刻这个直播间，此时此刻这个直播间，很多朋友混在我的直播间里，就是在那偷偷摸摸看，可能从开播他看了10分钟也好，5分钟也好，半个小时也好，他一个字不打啊。其实，在我直播间打字这件事其实是很重要的。为什么？第一，我这个直播一结束，我直播的这条微博下面的评论，证明着我这场直播火不火爆。比如说，我一场直播下面评论100多万条，刘宇宁直播这么多人看，他流量这么好吗？哐哐代言就来了。但是很多朋友们在我直播间就悄默声在那啪咔一趴啊，就是举一个手机，牙一呲就开始在那看，纯纯白嫖啊，纯纯白嫖这种的，那就是一般。但是只要你打字了，朋友们，你打个比方，你在我这场直播间，我在直播的此时此刻，你在里边公屏上跟我俩互动，来，哈哈哈，林哥你真帅，你真帅气，就是哎，假如打比方嘛，啊，你就哐哐一顿打字之后呢，如果有一个品牌方他想要说看看刘宇宁这个微博上的数据如何，他哐哐一来一看一场直播，我的天哪，100多万评论，我可以找他合作。这样，朋友们，你就是我直播间这个，就是我获得这个商务，你就是股东，因为你促成了这件事儿。虽然我不可能跟你分钱，但是这个功德无量，我告诉你啊，钱是虽然你是股东，但咱的股东属于就是纯纯是干股。干股什么意思呢？就是干干活不给股啊，你纯纯干股。但是呢，就是哎，就是但是你是股东之一，你价值很高，你很厉害，你很重要。嗯，不是有去无回，是不是？哎，否则什么呢？否则哪怕我下面再接个商务，我嘎一接之后，你就是朋友们，在我直播间凡是跟我互动过或者给我提供一些小小的贡献的这些朋友们，他们就很自豪。但你呢，就是纯纯无感。啊、有没有股份啊？有，99%股份都你的，但不兑现。啊，你可以出门跟人说，你说我是刘宇宁老板，然后呢，我就告你。不是爱情，但一直有去无回，回到哪里？你可以出门怎么？比如说你跟你同班同学说，你跟你同班同学，你可以吹牛。比如说过两天我刮一个商务出来了，你就说那个，你可以跟你同桌同学说，你说那个你知道吗？刘宇宁你知道吗？认不认识？他说认识啊，就是那个，那个网上总说他丑那个小伙，对，就是他。刘宇宁认识吧？啊，他这两天那个商务里边，我是贡献了一份力量的。哎，不能说我帮他谈的吧，但是确实是我帮了很大的忙。你朋友问你啥忙，你啥也别说，你说就是帮了很大的忙，在直播间扣字啊，精神股东可以。请称赞。以后你去公司应聘，你的简历里都可以说曾经帮刘宇宁实现了一条商务合作，你都写到你简历里啊。
人详细问什么，你别跟他说细节就行，但是都可以写到你简历里的啊。这是你以后去任何公司曾经为刘宇宁忙活过一个商务。人要是追根究底问你，那你就跟人说实话，你说啊，是因为那个他直播的时候我在下面打字，然后呢，后来就是因为我增添了一条评论，我就是那100万分之一的一个股东，然后当时那个商务就找他合作了。一起如樱花般在瞬间开尽，我看见时间和白首喧闹的山林。有朋友说我突然强的可怕，没错，没错，你太强了，你是真的很不错，你太强了，感觉整个娱乐圈要变天了啊！因为你的存在，这个娱乐圈都要变天了啊！你说有去无回的才算爱情，我就这样有去无回，而你在哪里？剩下枯木般没有任何花期的后半生，我像个孩子盼着游向脚触不到的海底。那天山里的鸟叫声音大得像狗叫，天再冷一些吧，越冷越好。行，朋友们，我的直播啊，听个乐呵就行，你千万别当真啊！有朋友现在已经幻想他以后就是走上人生巅峰了，说我现在我觉得我自己强的可怕，我现在太厉害了。可以抱着你，抱着你就好。忽然了絮飘上。我有朋友，我已经都在偷偷改简历了，可以。你小心让你公司说你这个人不诚实，给你不用你啊。我这刚才说曾经帮刘宇宁就是协同合作下接到了一个商务，我说这一条你可以写进去，但容易就是因为你这一条也找不到工作。是大的像雪飘，我第一次意识到，我可以抱着你，抱着你就好。曾任职于刘氏集团。那个职位是打字员儿，曾经在这个刘氏集团上过班，有什么工作经历吗？在刘氏集团上过班，担任的职位打字员儿，最多打的字哈哈哈。我看到有朋友能祝我生日快乐吗？行，来，在这里呢，也祝今天过生日，还有明天过生日，还有后天过生日，还有前天过生日的所有好朋友们，那个生日快乐啊！夜的星空是几万年前的光，我看到的你呀，是那时的你。如梦幻泡影，如露。有朋友说宁哥想看你演双男主，想看你演双男主，哪种双男主？是我想的那种吗？还是说是哪种？哪种啊？没必要吧？如电燃了人，没告诉你。
那天山里的鸟。有朋友说你想演哪一种？我没有想演。你给我玩反问上了，我没有想演双男主啊！朋友们，别回头，网上又开始传说刘宇宁在直播间说了，他想演双男主，哼，他也配。叫声音大，我没有想啊，只是刚才有朋友问他，我只是接了一句而已啊。有朋友正经双男主啊，那可以。哎，怎么还有不正经的吗？啊。越冷越好，可以抱着你，抱着你就好。户外柳絮飘，声势大得像雪飘。我第一次意识到，我可以抱着你，抱着你就好。那天山里的鸟叫声音大得像狗叫，天再冷一些吧，越冷越好。哦，户外柳絮飘，声势大得像雪飘。我第一次意识。有朋友说宁哥，你拍电影，我去冲票房。冲票房，就是这个中国电影市场是靠你一个人就能撑起来的，对不对？你一个人就可以帮一部电影去冲票房。不太行吧？有朋友说我也去，加我一个，还有我。那也冲不了啥票房了，别闹啊！我可以抱着你，因为一部电影它的整个的当然也分投资啊，它整个的东西盘子太大了啊，你要背负的东西也非常大，就是我不能就是算了，就是没有，就是我觉得我还没有那个能力啊，就再继续努力吧，因为他那个东西背负的要大一些啊。对，你得对人，第一你得对人这个投资方负责，第二你得对这个就是所有的一切负责嘛，对吧？因为他那个东西确实是你需要花钱去弄的。对，抱着你就好。有朋友说，那你演小品吧，我看。不是说小品不好，我没有说小品不好的意思，我只是想说，你刚才那个朋友还想我拍电影，你直接说哦，电影不拍了，那拍小品吧，这跨度也太大了吧！我可以抱着你，抱着你就好。而且你要干我不擅长的事儿，我小品演不了啊，没有。对，就是喜剧演员是喜剧演员，演小品的演员是他们是很厉害的。对我不是谁都能把小品演明白的，这是一定的，朋友们。我们不要觉得好像艺人啊、明星也好，他拍了剧啊，他好像很厉害，他能饰演角色，但你真的演不明白小品的，因为他完全是两种表演方式，和表演模式，他就是非常的不一样的。所以不是你想的说，一个演员都能去演小品，不。那个是小品，是需要极大的一个现场感和一个张力的舞台张力的。很多人演，不，对，因为他需要非常强大的台词啊。你说找一帮说演过话剧、有话剧熏陶的那些演员们去演小品，我觉得有可能说可能是相通的。但是你不是，我来不了，我不太行，我演不了。他其实很难的，演小品也很难的啊。我可以抱着你，因为他要很外放，他要很外放，因为现场都是观众嘛，他演给现场的观众看，所以他所有的表演是外放的，他可能是一些夸张的，我不懂啊，我就是觉得我来不了，我无法胜任，我一般。有朋友说脱口秀更难，脱口秀其实更难。你小品呢，起码它有一个剧情，你有个角色，你套了个壳子。
啊，你套了个壳子在那儿，你知道你要演什么，你的人物关系是什么，这些东西会就是脱口秀更难。脱口秀呢，你要结合你个人的东西，然后又要去说好玩的东西。那这个东西说完之后呢，来不了，我来不了，我肯定也来不了，脱口秀也来不了。嗯，抱着你就好。我说相声更来不了，那个东西更加专业啊！别以为就给狗绑块饼了，狗都能说相声，不是的啊，那个更加专业，那个东西确实是需要大量的时间去练习的啊，而且你还得聪明，不是说你朋友们有朋友杂技呢，杂技我可以啊，杂技对我来说很简单，但是我一般演杂技，我演的杂技，比如说走钢索啊、喷火这种的，但是我只能演一次。我的演艺生涯这种节目，我只能表演一回，啊，只能演一回，所以也没必要去演，因为他就是职业生涯太短了。这种没有前景的一个行业，我去踏入了也没什么必要啊。我可以抱着你，抱着你就好。我可以抱着你，抱着你。有朋友说哑剧，咱们这儿有人看哑剧吗？朋友们啊，咱们这儿有人看哑剧吗？你看哪个城市说有一个剧场，哇，这哑剧特别好，我们就是火爆到不行，有吗？当然，你可以演一个哑巴，那是可以的。比如说你饰演角色，你演一个哑巴，这是可以的。但是你纯哑剧的话，我觉得可能没有什么市场，因为所有的行业是根据市场来定的。我所有从事任何东西是根据市场来的，你不能脱离市场，那你就容易就是不太行。广播剧呢？广播剧呢更加专业了，我根本不行。那么多学广播播音的都未必能干明白，我何德何能，我去干广播剧去了。我的声音根本就不适合广播剧。其实说广播剧这件事儿，它是一个非常非常专业的一个东西。也就是说，你在饰演角色的时候，你要十分的贴合角色，而且你要有很多的语气上的词来丰富你，让观众们通过声音来感受这个人的性格和当时身处的环境。我的声音是完全不适合做广播剧的，真的不适合。没错，我觉得这个是极其专业且要求极高，而且这个人得耐得住性子。你看我刚才说话就卡壳了，像录广播剧根本就不可能卡，如果他卡的话，那岂不是谁都能来干了？搞笑。所以广播剧真的不太行。就好。有人说卡的话再录一遍，当然也不是不行，可以再录一遍。但是我觉得人就是要干一行爱一行，一行行行行行，一行不行行行不行。你要对自己有极高的要求，任何都是一遍过，这样才能够提高你自己。你要给自己压力，你要不断的给自己压力，你才能够去进步。你要知道这一点。有人说当主播卖串儿，你是觉得我有多不适合这个行业？这会儿我干歌手干了7年，做演员做了5年，今天我终于跟大家直个播，朋友们竟然在直播间集体劝我转行。有人让我去演小品，有人让我讲脱口秀，
有人说你干广告吧，有人说你当模特，要不你录广播剧吧？怎么是我不配在一线工作了？你对我演戏和唱歌你是有多么不满意？你劝我改行，你是觉得我不适合吗？你们在搞什么？刚才谁说我麦克风声音小？声音大不大？什么东西？你这搞什么东西，朋友们？还让我直播去卖串儿，我咋了？我天天给直播间的宝子们推荐这个串儿有这么好，哎，看看这颗这个眼型非常的正，宝子们，哎，想要喜欢的朋友赶紧下单啊！这是我给你们卖货去了。朋友们，我隔壁没打起来，我需要冷静一下，朋友们，你们等我会儿，气死我了！我现在就是感觉就是红温了，我已经破防了，我已经被破防了啊！一般我是什么？我朋友，你们可能很多朋友不太了解我，就是为什么我拼的是有的时候我会到直播间来，就是给大家就是做一场直播，为什么？因为我就是在生活当中，就是会有一些不自信的时候，不自信，对，就是在生活当中会有一些不自信的时候，然后我就需要来我的这个直播间里跟朋友们去聊聊天，聊聊天，然后就是会吸收很多的能量，让我再去会去跟大家一块好好的工作，好好的创造美好的音乐，还有演一些好看的剧。我就是这样的，我一直是这样的。但是今天我回到直播间之后，我发现朋友们根本不喜欢我干这一行。我觉得我要验牌，我觉得我只配给人擦皮鞋，我会有这种感觉。对，就是没有完全，就是觉得很失落。对不起，朋友们，那个我要去卫生间去冷静一下，朋友们，你们等我回来。你们等我一下，在这里给大家放一首好听的歌曲，叫做《纵马踏歌行》。叫做《纵马踏歌行》啊，一个真正的强者，他们的对手是天地间无形的规矩，是世俗力量的强大惯性。世人皆有生老病死的铁律，从来不会因为践踏弱者而强大，必然是遇强则强，愈挫愈勇。把江湖深入深。来，等一下，我给大家放一下，朋友们可以看一下。我要验牌，我要去卫生间，朋友们，真正的强者，他们的对手是天地间无形的规矩，是世俗力量的强大惯性。世人皆有生老病死的铁律，从来不会因为践踏弱者而强大，必然是遇强则强，愈挫愈勇。把江湖深入陈年久，醉眼望断时而从容。袖线挑落，风雪落宽处，梅花提了旧恩仇。长街绚满褪色灯笼，照见指尖檐下暗涌。马蹄卷起孤雁回首处，残碑刻满了青松。只此鲜花赠我绣，纵马踏碎琉璃球。任他9万里，行雄崖尽头，斩断宿命向白昼。剑河心入喉间流，抖落星辰作剑愁。一开仙人山，四小刀锋袖，凌月玄宫射傲愁。天地同奏。陈平安，过来。你在祁墩山用掉的那缕剑气，我过意不去。
教你一门18停的运气法子，就当补偿了。把酒酒斟入陈年酒，醉眼望断时而重游。袖线飘落，风雪落宽处，梅花提了旧恩仇。长街绚满褪色灯笼，小仙只见檐下暗涌。马蹄珍惜孤雁回首处，残碑刻满了青松。只此鲜花赠我手，纵马踏碎留一袖。任他9万里，星宿压尽头，斩断宿命向白昼。天河心入喉间流，抖落星辰作坚守。离开千人山，色照到丰收，明月悬宫射傲愁。天地同游。老头子，你说的没错，有个他们在，咱是有希望的人间。这个人间好看的很。天地同游。来，再等我一下，我现在那个拿水去啊。我过着的生活，它每天都一样，重复的没有一点空间幻想。醒着或睡着，它为什么都一样？不难想象，晴天雨天我都无感。那些未完成的事，就用身体配合命中的伤。来不及愈合，有话想要讲，却找不到任何澄清的欲望。躲在暗夜里成长，也许就是我仅有的力量。模糊的信仰，就算得到再多的关爱，也只剩明灭微光。我是有多向往，才看得见希望。真相越被扭曲的更加，已变成泥泞形状，想再次点燃自己。我要烟牌，你们是我粉丝吗？唉。去趟卫生间回来，好像就是会感觉心情得到了一些释放，气儿顺很多。나의 두 눈을 감으면 떠오르는 그 눈동자 자꾸 가슴이 시려서 잊혀지길 바랬어 꿈이라면 이제 깨어났으면 제발 정말 네가 나의 운명인 걸까 Falling you。 有人说抹粉了吗？没有，我现在素颜。纯素颜。有没有素颜状态真好？还行，还行，还可以，还可以啊。
磨粉了吗？你是我没有猜错，你应该是男生吧？啊，我没猜错，你应该是男生吧？正常，我们比如说我们女生去形容一个人，就是比如说磨粉了，就她都会形容说，哎，今天化妆了啊，今天擦 BB 霜了，或者之类的，我比较专业的啊，说今天这个用了这个叫做高光粉了吧？今天是不是打侧影了？他会很专业，磨粉儿了，你感觉好，你是男生对不对？啊，我们女我们女生咋了？不是没有，这是这是我说的我们就是咱们就是我们东北那边，不是说我说我们东北那边，我们东北不是说你也是东北的啊，是这么一个逻辑。我没有，朋友们，我没有自摸啊，朋友们，你不要给我扣这个标签，我没有叫做自摸，没有啊，哥们纯爷们儿啊，纯爷们儿，朋友们啊。有人说知道纯纯东北虎，啊，是挺虎，反正是小伙没有，就是东北是东北，但其实是挺虎。嗯，有朋友说不是纯奶狗吗？纯小奶狗，也不是，就是这是这样的，你要怎么说呢？作为朋友也好，或者你作为一个艺人也好，你要是让自己是一个多面性的，哎，就像一本书一样，一本书里。不能说这个形容可不太对，啊，就像一盘菜，我因为我学厨师的，用一道菜来形容是比较那个专业的啊。比如说一道菜，这道菜里它只有咸味儿，那就不好吃，你懂吗？它只有盐，它就也能吃，但是它喜欢吃咸的，哦，那就可能是吃一段时间它也腻。但这道菜呢，你里边要是加糖。那就丰富了，如果再来点醋，那就有不一样了，又有特色了。那醋完之后，你再来点这个花椒，啊，又有麻的感觉，对不对？然后你再放点郫县豆瓣酱，马上又有一种独特的郫县豆瓣酱的风味儿。于是乎，你再往里边倒一点白酒，那道菜又更加丰富，有一种就是人喝完酒吐的味儿，不是，就是有一种就是那种酒精挥发过后之后那个味儿。对，所以就是人作为艺人也好。或者一个人也好，一定得就有滋有味儿得有味儿，你得有层次，你得就是不能你光只有一面，你只咸或者你只纯小奶狗啊有时候怪味豆是这意思，可以啊，怪味豆很多人喜欢啊，这里边又有咸又有甜又有酸，然后又有香又有辣又有麻，这就是很棒嘛，对吧？就是有朋友说明白了，你有味儿。我平时洗澡，洗澡。有朋友说，我朋友特别喜欢你，我朋友特别喜欢你。第一是很正常。我看你好像很激动，说我朋友特别喜欢你，你觉得这件事很意外是吗？还是你觉得你朋友有问题？没有问题，很正常，很平常，没有什么可惊诧的，也没有什么可惊讶的，也不是什么就是那种特大新闻，你需要在我直播间刷那么多遍。这是第一。第二，你朋友喜欢我，所以你不喜欢对吧？
踢出去。我的管理给我找到个那个朋友，踢出去。我这里不欢迎不喜欢我的人。有朋友说，我今年50岁了，竟然开始追星的，竟然开始追星了，追的就是刘宇宁。姐，很正常，很正常。50，你才50，很年轻的，50不算什么，50很年轻的啊，很正常，姐，没事儿，你不用，没有什么压力，或者觉得很意外，不意外。咱家75，刚刚朋友说75有80的，有朋友说我也50，很正常，很正常。嗯。有朋友40呢，那更正常了，因为咱们就是年龄相仿，很正常。嗯。有朋友我76了，今年。姐76了，算什么姐啊？是吧？没事儿啊，76很正常，很正常。这个东西啊，就是，其实我对于你们来说，追星这件事啊，朋友们，你可能把它想的是一个，好像是一件很，怎么说呢，不在常理当中的一件事儿，不是的。是一样的，我就像我，你看我30多岁上，我30多岁了，喜欢盘串，对吧？就是盘串这件事，它会让你觉得，哎，我好像30岁不该盘，或者10岁不该盘，或者30岁不该盘，40岁、50岁不该盘吗？不是的，是你任何时间做这件事都是合理的，哦，很正常。有朋友说我817岁了，你817岁了，朋友们，咱们直播间有妖怪，咱们直播间有妖怪，朋友们。那如果你真的这个朋友们，如果你真的817岁，我祝你长命100岁。算一种祝福吧。有朋友说我16呢，遏制早恋了，啥意思啊？你16，然后追星，然后就是把你的这个早恋给遏制了，就是你的言外之意就是我大胆揣测一下，你的言外之意是可能看过我这么就是男人，就是对恋爱这件事儿门槛是稍微就是哐哐往上提一点，是不是？是这意思吗？倒也不用啊，倒也不用。为什么呢？因为啊，就是首先是这样的，我觉得早恋这件事儿呢，我不去评价它好与不好，因为我小的时候也早恋过。我小学3年级就喜欢我们班同学，比你更早。但我想跟你说的点是什么？我想跟你说的点是什么呢？就是可以，就是遏制你的早恋，你可以把门槛提高。但是现在你是16岁嘛？但是我希望你在26岁的时候降一降门槛，否则容易一直不练，那就有点难受了。到时候你家长又开始怪我说，当年十年前，就是因为他看了一场刘宇宁的直播，他告我，那不完了吗？내 가슴은 널 향했고 내 심장은 다시 또 뛰었고 꺼져버리던 희미한 불빛 너로 인해 다시 타오르는 눈빛 마치 오래전부터 널 사랑한 것 같아 뭔가에 끌리다 끌려온 것 같아 나의 두 눈을 감으면
혼자 자꾸 가슴이 시려서 잊혀지길 바랬어 꿈이라면 이제 깨어났으면 제발 혹시 然后12岁，咱们这个直播呢，虽然说不是说这个必须得那个成年人才能看，12岁也能看，因为就是怎么说呢，我直播间确实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啊，就是主要跟大家分享音乐，分享好听的音乐啊。20岁啊，赢了，赢了。我13岁，我真不信，我有朋友说13岁，你姑娘13岁吧？我不太相信咱们家有年纪很小的粉丝，当然一定有，但是绝对不是大量的，绝对不是，就是大部分的啊。有朋友说宁哥，有人说你衣服像瓜子儿。然后我看完这个评论之后，我看了一眼这个摄像头里边的自己，还真像，还真有点这个瓜子儿的感觉。你要给我嗑了？哎，还真有朋友们，你们你看这瓜子儿一弄就有点回不去，还真有点像瓜子儿。刚有朋友说斑马，我都没搭理他，因为他是纯想找画面。有朋友说宁哥，你那穿的衣服好像斑马，你这种都不值得我说，因为你纯就是在那有点就是，比如说你讲了一个脱口秀，但是完全不好笑，因为这衣服完全不像斑马你刚刚有时候瓜子儿，哇，这个就很抽象了，既抽象又合理，既合理又抽象，就是这种的就很蛮最美好的他出现在我最窘迫的年纪，我无法自拔，像夜空的星光，照亮了野草，生出新的枝桠，汹涌而来，才让人毫无办法，勇敢的产生感情，却不敢对话，这单方面的爱让镜子里。有朋友全班同学通过我认识了刘宇宁，你班主任呐？倒也不用啊，很多咱家其实很多朋友啊，我发现咱家其实就是可能在我直播间里啊，我都不说别的地方，其实有的时候我会发现我直播间里有很多比我优秀的人，就比如像一些教师啊，还有一些医生有咱家直播间其实有很多医生，包括一些护士，然后从事这些比较有意义的工作的这些朋友们也是我粉丝，因为我最近总接到一些什么呢？接到一些朋友也的委托，说啥呢？说那个说宁啊，那个啥，我家人谁住院，然后最近住院嘛，然后那个马上要做个手术，这手术很重要。然后当然那个大夫主治医师也非常的那个怎么说呢？也非常的就是支持我，也非常的关心我，然后跟我们弄得也非常好。但是呢，我就是想表示感谢，就是因为这个主治医师是你粉丝。你能给我张你的签名照，然后来个兔签，这样式就是表示一下我对这个医生的一个感谢嘛。而且这个事儿是我遇到好几个，不是说一个然后我说那当然也希望他家里人身体健康嘛。对，所以通过这件事就是很多我从事医生的好像也是我粉丝啊，或者是爱学护理的什么之类的。对，我觉得我这些粉丝群体当中有各行各业的人都很棒。很优秀，而且你们相信有很多朋友正在上学，很多朋友学历都比我高。大家都知道我是丹东烹饪2技校毕业的嘛，初中毕业就是去职高去学技术了。但是这些人并没有因为我学历不好去歧视我，反而会怎么说呢？反而会崇拜我，没有，反而会就是可能对我某一些地方比较欣赏。所以呢，我还觉得还挺骄傲、挺荣幸的呢我就觉得还挺感谢这些朋友们。有朋友说兽医，好的，行了，知道更厉害。
我跟你聊主治医生呢，你说啊哥们儿，我兽医，你啥意思？自己显得廉价，不然算了吧，就假装没同情，才会显得自己很潇洒。如果我把冲动的痕迹洗刷，只需要给自己装傻。有朋友，我是律师，咱家有很多律师，我说了，就是网上有那种黑我的啊，你就直接代表我起草一个就是那种诉讼的一个状纸，然后呢，你先自己掏钱。你先自己把这个说诉讼费或者怎么，你把这个钱掏了，只要你官司打赢了，我这块付你双倍工资，好不好？但你要是没打赢，那算了。咱家有很多这种野生法务，好不好？你就是从今天开始，咱家所有学律师或者从事律师行业的，你就是我的法务啊。然后你就给我诉讼他们，诉讼完了，只要你赢了，我付你双倍律师费。有朋友说那输了呢？输了就说明他学艺不精嘛，那就是还得输了有什么可说的？输了没什么可说的。不该说的话就咽下，告诉自己算。就是同等的，就是比如说朋友们，当你就是能够获得你不一样的收获的时候，你一定要付出不一样的代价啊！就是比如说你赢了，双倍工资；输了，1分没有。啊，这是具备的挑战啊！算了吧，垃圾桶里的信换不来回答。最美的白月光扫过我身旁，留下一道疤。我还是成为他的朋友，保留他生活圈里的道，自卑让我无法动弹，就像在我脖下牢牢系着铐。有朋友我学兽医的，我想给刘黛蜜剪毛，给我家小狗剪毛是吧？那个兽医还管剪毛了？我不知道啊，可能我一直以为就兽医还会从事。可能就是兽医，他可以开宠物店嘛，对吧？我明白了，就又可以看病，又可以给洗澡，又可以剪毛，又可以顺便卖点宠物零食，是吧？那也很棒，很棒，很棒，挺厉害，很厉害，很厉害。感情不碰就会痒，也不羞疼，像是捡起的宝。我不会说我今天的开心源于昨天你的笑。那天我背后藏着花束，走在他楼下的通道，又突然转身离开家。然后宁哥，我是挑大粪的。我直播间这么多年，终于来了一位我故事里的主人公。朋友们，我说的那位说不好好学习以后干什么？挑大粪呢？主人公来了，就是他，他就是我故事里的原型，挑大粪那个小伙。明哥，我挑大粪的就你，我说就平时就说你，你现在是个反面教材，在我直播间凡是不爱学习的，我都说你不爱学习你干嘛？以后挑大粪呢？啊，像你一样，对吧？就是你。看到他和他拥抱，我的世界沉默又好像连花瓣都在哄笑，才明白他的幸福和我的存在并不是冲。有朋友听说挑大粪很赚钱啊？当然，只要你在任何时间任何行业里，你只要做到顶尖，你都会收入比其他的行业就是做的平常的会高。比如说他就是挑大粪里挑的最好的粪王不是挑王。挑粪王不对，挑王好像也不太对，就是那种他最能挑，那他一定是这个行业的佼佼者，他的工资一定很高啊，对吧？他当然他不仅不是说不好好学习挑大粪这件事很丢人，不是说只是说我说不好好学习会造成的结果之一是挑大粪，但是挑大粪也是一个很棒的职业，因为职业没有高低，只是说这个工作环境会稍微的艰辛一些。对吧？我们更好的学习，就是希望去到好公司，去到更好的地方，更好的工作环境。比如说我学厨师的，我就只能在厨房里那个比较昏天黑地的地方，每天一上班进去看不到阳光，没有窗户，在一个后厨里一直打工，一直切菜，一直在满地都是水的一个环境当中去生存、去工作，这是我的工作环境。那挑大粪的，他每天要面对的就是那些厕所、卫生间之类的。那比如说你是一个学习非常棒的，你是学律师的，那你面对的就是律师事务所嘛，对吧？广告设计的你就在公司嘛，对
对吧？你学这个医生的，你就在医院嘛，就是这样的。所以从工作环境上来说，挑大粪的会稍微的逊色于我们一些，但是比较自由。它的好处是比较自由，哎，所以呢，就是他只要做到这个行业里佼佼者一样，也可以很棒。不是说瞧不起挑大粪的，没有这个意思啊。因为我就是从事底层工作出来的，哥们儿卖过衣服，挑过不是卖过衣服，做过厨师啊，当过服务员啊，而且都不是你的卖，就是这个当过销售，这些我都做过的，对啊，不然算了吧，就假装没动心，才会显得自己很潇洒。有朋友说，宁哥，我是医生，我也每天摆弄大粪。是。然后呢？你什么意思？不是有朋友说肛肠科没问题，没问题。哦，那就是朋友们，咱能得出一个结论：如果不好好学习就挑大分，如果好好学习考上了这个医学大就医大，然后呢当医生摆弄大分，是这结果吗？不是吧？今天涉猎的，对，有朋友说今天涉猎的行业有点广，是很广。我想说，不，咱不聊大粪的事儿，我不是想要聊大粪的事儿，我就想说各行各业都是很棒的，都是很值得尊重的。但是希望什么呢？就是怎么说呢？如果有一天你宁哥有一天就是到你的医院去就医，体检也好，我突然间通过刚才那个朋友的一番对话，我以后啊，我到哪体检啊？我一定先让我的助理和工作人员问一下那些医生，包括护士，问说你们认识刘宇宁吗？如果他们不认识 ，OK， 选择这家医院。如果他说认识，说那你看过他什么剧？出3个关于粉丝的问题去考他。刘宇宁家这个就是说摩登兄弟这个演唱会的这个最重要的日子，就是对摩登兄弟这个刘宇宁他的比较重要的一个日子是什么日子？比如说他说到817啊，这个问题过了，然后再问一个说那个他的口号是什么？往后余生唯爱摩登。OK， 那第3个就是他这个就是怎么说呢？他这个你看过他什么剧啊？比如说他说了某一部啊，这样医院不去。哎，我不想把我的这个检测物品交到我的粉丝手上。医生说你走，如果他回答上来了，我一定走。抓紧需要对自己装傻，不敢说的话就咽下，告诉自己算了吧，垃圾桶里的心换不来回答。最美的白月光扫过我身旁，留下一道疤。有朋友说假装不认识，我跟你说啊，往往假装不认识才是有问题。我前2天不跟大家说了吗？前天我去那个啥，我去那个检查脖子后面那个痘嘛，然后去那个医院，去完医院之后，那个大夫就有一点假装不认识我，但是我相信他一定认识我。然后出来的时候呢，反而那些认识你的，我告诉你不是你粉丝。为什么？我刚一出来，然后那个前台那个小姑娘说：“哎，你好，那个刘宇宁，那个你能给我找你的签，你能给我签个名吗？我看你那个折腰特别喜欢你。”我一听他说这个话，就证明了他不是我粉丝，但是他一定认识我。哦，他认识我是一定认识，但他绝对不是我粉丝。哎，他是对，因为他就是一般认识我的人都会假装不认识。他直接跟你要签名照，他直接跟人要签名。你看，你知道吧？我这一说那个感觉，他的语言当中就知道他认识你，他看过你的剧，但是他不是你粉丝，对吧？是这样的。啊，因为如果他是我粉丝，他一定会给我留面子啊，他一定给我留面子，就是不会说的那种的。是的。有朋友说：“我的天哪，你怎么能想到这一层？”我告诉你，
作为一个演员啊，你脑子里东西一定要多，你想象力一定要丰富。但是我们家朋友认为我不适合当演员，让我去演小品，让我讲脱口秀，让我说相声，让我演哑剧，告我别说话了。还好没被看破，不知是福还是祸，看不清他背影，当泪水涌进眼窝。刚才说最后签了吗？没签，我知道他不是我粉丝，我干什么给他签？更何况我粉丝我都不签。失去不属于自己的人，为何难？黑白小狗狗最萌的小傻子。嘿 ，Go！ 黑黑白白，貌似像熊猫，演员脑袋大，眼睛眨。不过那后来那个脖子后面痘看好了吗？其实也不怪他，其实怪我。他给我开了很多药，然后但是就有一个药是那种消炎药，因为他告诉我要吃消炎药。然后呢，就是有一段时间，就是我就每天吃消炎药嘛，大概吃了半个月。但是那个消炎药比较刺激，就我是一个虽然我的饮食不是很规律，但是我基本不会胃疼的一个人。我自从吃了那个消炎药开始半夜胃疼疼醒，所以呢我就停了，就没吃了啊。也算他就是他帮我了，但是我就是我身体的问题啊。我吃药前记得来一勺油，喝一勺油，然后保护自己的这个胃是吧？就是让胃上涂一层油，就是可能吃的时候就会好一点是吧？我们别信他的啊。有朋友说老大你觉得你帅吗？没思考过这个问题。我没思考过这个问题。我是这样的啊，我现实当中认识的每一个人见了我都夸我帅。我现实当中就是我相信他们不是出于礼貌。我现实当中见的每个人都夸我帅，或者说哎真小伙挺帅挺精神，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在网上就是都夸我丑。所以你问我说你觉得你帅吗？我觉得我从来没想过这个问题，因为作为一个人来说，如果对他的评价只有帅的话，或者帅与不帅的话，我觉得他不是就是他重视的只是帅与不帅这件事的话，我觉得就这个人好像没有什么内容。可以啊，帅肯定是不是说我是那种帅哥那种的，我绝对不是帅哥啊。但是问题是我就是你说丑吧，我觉得也不至于吧。有朋友说宁哥，我考了这个班级第1，年级第7，真厉害啊！行了，那继续加油啊，继续加油，真棒真棒，厉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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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说帅不是特别帅，但是有一种独特的魅力。你可以把前面那句话删掉。
你夸人之前不要先贬人，然后好像就给一个大嘴巴子，然后再给一个给块糖吃。你可以直接说后，你就是人就少说话，少说话，就这意思。你可以直接说后面那一句。 떠오르는 그 눈동자 자꾸 가슴이 시려서 잊혀지길 바랬어 꿈이라면 이제 깨어났으면 제발 정말 네가 나의 운명이 我说老大，我彭二代长大之后能到工作室工作吗？我刘氏集团虽然这个在外面名声响叮当，但是我的工作人员真的不需要那么多。哦，也不是说一定你的梦想是到我工作室来上班，我也不招人啊。你有更好的公司适合你，有更棒的未来在等着你。像我来我这上班，并不是什么好工作啊。我这老板特别苛刻，我这人特别的，就是怎么说呢？对员工就是非常的就是不好。哎，在我这当员工非常不好，别来了啊。넌 Falling you。 넌 falling you 有朋友数学考4分还有救吗？你看看，哎，朋友们，真的，你从这些问题，刚才那个年级第一，那个不班级第一，年级第7这个朋友，包括刚才那个说数学考4分，像通过这些朋友来判断，咱们家真的挺多学生粉的啊，是吧，老姊妹们，还真挺多学生粉的啊，嗯，4分咋4分？4分呢？我不知道。你问你这种，我觉得这种问题你问你老师更加权威。我不是学数学的，术业有专攻。你跟我聊数学没有什么意义，所以你问你老师，你说老师，我数学考4分，我还有必要学吗？你问他，因为他这么多年教过的这个学生肯定非常多啊，所以你去问他吧。有朋友说挑大粪去，也不用了。你想想，他数学都4分了，他挑大粪都挑不明。没有。 아직은 멀리에서 너를 지켜보고 싶어 내가 또 왜 이러는지 처음 너를 봤을 때부터 다르게 운명의 시간엔 또 더디게 같이 네 가슴을 향했고 내 심장은 다시 또 뛰었고 꺼져버리던 희미한 볼펜 너로 인해 다시 타오르는 这有点不太好，朋友们，我刚才就有一刻我那个邪恶人格嘎上来了，就是忍不住吐槽怼人那个人格上来了，我得往下搜一搜。因为我今天你看看我播这一会儿，这个直播间就是你看这个热度是3893万，对，因为我这个来的人太多了，我一定要对我的这个言行举止要过分的也负责一下啊。这朋友说数学4分，按我邪恶人格，我说就他数学考4分，挑大粪都挑不明白，这是我邪恶人格，但是我此时此刻我不能就把这个邪恶人格召唤出来，我要说4分挑大粪的话，就是朋友们正合适。你可以就是在你未来的规划当中，就是做一个这个就是为城市清洁做一份贡献的一个非常伟大的一件事业，你可以现在就开始考虑，你就是现在就考虑，好不好？考虑一下啊！如果就是不考虑，你说我宁哥我绝对不想挑大粪，那你就尽量不要考4分啊！我学习这么好，我学习这么不好，都从来没有说考过4分，你也是个人物。你就选择题你就闭眼写，你能不能考个4分啊？你就闭眼写，能不能考个4分？以后每一道题的答案，你把你生日写上，你都不至于考4分。
有朋友说我物理最低考过14分，那物理很正常啊，那种是比较不是那个主学科嘛啊。我不知道啊，因为我确实对考试这个东西不太了解。我刚有朋友也说了，说宁哥能不能祝我这个中考顺利？因为我不知道你中考能不能顺利，但是我也祝你中考顺利，也希望你这个好好学习。但是我相信，应该会顺利吧？啊，如果因为你此时此刻11:28了还没有睡觉。你明天中考，然后你11:28了还没有睡觉，在我直播间里待着的，我觉得可能不太容易顺利吧。如果你此时此刻你说11:30了，你还在复习功课，那就是一顺再顺。11:30了，你在看我直播，你跟刚才那个朋友们，你跟刚才那个朋友可以选择同一个就业。啊，我刚才说了，为我们这个城市的一个环境做出一份贡献，好不好？你俩搞不好能成同事。所以你要现在此时此刻还不关掉我的直播去学习一下，看看书本的话，你俩容易成为同事。啊，好不好？加油加油加油！有朋友中考6月份的。哦，有朋友老大那是高薪职业，对的对的。其实啊，朋友们，我一直因为我为什么说挑大粪这件事呢？我们为什么要讲这个？但是我要给大家解释一下，我怕有人拿这个说我啊。就因为挑大粪这个职业呢，我们不是说它不好，因为我从小我奶奶就跟我说，就像那个很小的时候，家里人会教育你说不好好学习，以后上街要饭，对吧？那其实要饭是一个。当然现在没有乞丐了啊，只是想说，要饭其实也是一个非常高薪的职业嘛。以前的形容也说，哎，你不好好学习，你想干什么？你想挑大粪呢，对吧？其实也是对孩子的一种激励，就是让他远离这个挑大粪这个行业，能够平时的工作环境干净一点嘛。但其实不是说挑大粪这个行业不好，它其实很厉害的啊，它其实很厉害的。那从事这个行业，第一你得能吃苦，对吧？第一能吃苦，第二真的是得任劳任怨，然后也是其实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儿。啊，我只是说我们在直播当中去开玩笑，说不好好学习挑大粪什么的，但是其实工作也蛮好的，肯定有五险一金，肯定有社会保障，收入也很高。我都说了嘛，挑大粪当中挑成佼佼者了，挑成这个挑粪一哥，就容易就是也能混得很好的，其实比很多真正说考上大学的都可能挣得高啊，就是人生就是行行出状元。有朋友说地球2什么时候开始拍？很快，马上就开始录了啊，马上开始录了。然后，对，然后网上我看有很多网上有很多消息说什么飞行嘉宾谁谁谁什么谁谁谁的都是假的啊，朋友们啊，没一个说对的。行，我这两天抽空写一首关于挑大粪的歌。好好打磨一首。有朋友说不要玩高的啊，我看看，上次我说我在一个商务直播里说我想尝试跳伞这件事儿，然后有朋友回头还在网上在那发泄谴责，说啊，你们这帮人不知道宁哥有气胸吗？还让他去跳伞，你们真是坏人。我是想说气胸早好了啊，否则我要天天气胸，我搁家待着得了，我搁家瘫痪呗。我那吊威亚那些打戏谁拍的呀？啊，是吧？早好了啊，别揍我。首先呢，我身体没有任何毛病啊，我很健康，这是第一。第二呢，有的时候我直播啊，说话你们就听个乐呵就行了。我可能现在此时此刻说不行，我要跳伞，我想感受一下。到了现场之后，
谁逼我跳伞我就不录了。我是这样的啊，因为我是一个适应能力非常强的人。当然也不会有人逼你跳伞的啊，就是是我自己去思考嘛。我也不一定跳啊，但是大概率99%是不会跳的啊，因为没必要啊。要的他出现在我最窘迫的年纪，我无法自拔，像夜空的星光，照亮了野草，生出新的枝桠。汹涌而来，才让人毫无办法。勇敢的产生感情，却不敢对话。这单方面的爱，让镜子里的自己显得廉价。不然算了吧，就假装没。有朋友呆米小傻子已经那个破万收藏了，是吗？现在在华语乐坛红一首歌这么容易吗？果然不枉费我10年打磨这么一首经典曲目。动心才会显得自己很潇洒。如果我把冲动的痕迹洗刷，只需要对自己装傻，不该说的话就咽下，告诉自己算了吧，垃圾桶里的心换不来回答。最美的白月光洒过我身旁，留下一道疤。我还是成为他的朋友，报了他生活权利的道，自卑。下一首爆款单曲预定，名字叫做《挑大分》。不着急，好好打磨一下啊。动弹就像在我脖子牢牢系着靠，这感情不碰就会痒，也不秀疼，像是捡起的宝。我不会说我今天的开心源于昨天你的笑。那条背后藏着我说在逃下的通道，又突然。有朋友小贝什么时候播啊？玫瑰重生啊？玫瑰重生，得一段时间吧，应该不会很快播啊。对，就是那个也是一部很棒的剧，但是其实遗憾的就是，因为它整个集数比较少，它好像就24集吧，我没记错是24集，因为我拍那个戏才拍了1个多月啊，就是戏份也没那么的多啊，就是还行。反正到时候大家等，就是也不用特别期待。我说的不是说不用特别期待，不是说那个不好，只是说你们把期待值降低一点，到时候去看就会有惊喜啊。现在千万别在这前面你先把它捧那么高，回头一看，这个很低。有朋友说瓜主说2月26日，没有，我作为。有朋友说瓜主说的，我作为这个主演，我没有收到这个消息啊。而且我想说这些东西吧，很远的东西你们就尽量不要去信。为什么？因为有的时候平台都不知道什么时候播，哪个剧哪天播，其实别说偏方了，平台都不知道啊，对吧？很多戏都是空降的，因为平台都不知道哪天播哪个啊。所以你们有些时候听到这种东西，你们就听个乐呵就完事儿了啊，听个乐呵就完事儿了。离开家却没看到他和他拥抱，我的世界沉默又好像连花瓣都在红笑，才明白他的幸福和我的存在并不是重要。不然算了吧，就假装没动心，才会显得自己很潇洒。如果我把重重的痕迹洗刷。有宁哥热玛吉了吗？没有，我如果进组之前我去热玛吉一下。因为我有一个艺人跟我说男人最好的医美是医美嘛，那个艺人叫刘宇宁，对，所以就是等我进组之前我去热玛吉一下。没进组就先不弄，先不捯饬了啊，花那个钱。需要对自己装傻，不该说的话就咽下，告诉自己算了吧，垃圾桶里的心换不来回答。最美的白月。有朋友宁哥6道木串盘的怎么样？叫交流串了现在？我不懂啊，不懂什么叫6道木啊，我听说过，但是我没有研究过，我就不给你分享我对于这个东西的一个评价了啊，因为我没有玩它，就说明它好像没有那么的大众。洒过我身旁留下一道疤。
有朋友说老大拍不拍现偶？现偶题材我是绝对不会拍的啊，这个我可以给大家说，现偶我是不拍的，因为我现偶绝对不拍啊，这是我切系的一个原则，就是因为没有意义啊。我对于我来说啊，对于我不喜欢，只是我不喜欢，不是说它不好，只是我不喜欢啊，我非常不喜欢现偶，我喜欢看，我不喜欢演啊。从我动心那一刻，其实已经在犯错，还好没被看破，不知是福还是祸，看不清他背影，当泪水涌进眼窝，失去不属于自己的人，为何会难过？不然算了吧，就假装没动心，才会显得自己很潇洒。如果我把胸痛的痕迹洗刷，只需要对自己装傻，不该说的话就咽下。宁哥想过拍仙侠剧吗？仙侠我也基本上没有。仙侠是这样的，当然分很多种啊。因为我觉得我这个人长得不是很仙侠。朋友们，你得记住了，你其实仙侠剧不是谁都能演的。我从角色上来说，不是说我说的是不是谁都能演的。这个话的意思是什么呢？不是说谁不适合啊，说哎谁不适合演仙侠，其实不是的。在我看来是，你这个人啊，比如说像我就其实不太适合演仙侠，因为我这个人身上没有仙气。我说那个仙气啊，不是那种，不是说长相，不，就是他是气质。我这个人身上没有仙气，我身上都是土气，不是土气，我身上都是地气，接地气啊，所以我就是，对，我是，对，所以我不太适合演仙侠。有很多人就一看就是人仙仙的，他就适合演仙侠，他是这样的。告诉自己算了吧，垃圾桶里的心换不来回答。最美的白月光扫过我身旁，留下一道疤。有朋友说，那个玫瑰丛生不是现偶吗？我当时接他是原因什么呢？因为我当时说实话啊，我第一是，当然剧本很好啊，剧本很好。第一是因为我当时想跟杨磊导演合作一下，当时想的时候，我其实更多的是想跟导演合作一下。第二是因为那个戏是确实没有那个，没有太多戏份不多，所以我觉得我压力不大啊。而且那个角色呢，就是也比较好吧，也不是说好吧，反正就是不知道啊。但那个角色其实没有那个现在的那个男二出彩，其实啊。其实那个男二是那个老公那个角色嘛，叫那个角色，其实没有那个男一，其实没有男二出彩。但是当时接的原因就是想说，第一想跟那个导演合作一下，我感受一下，跟不同导演合作都会有一些吸收学习嘛，这是第一。第二呢，我觉得这种现代戏没拍过，之前拍的是跟涛姐那个啊，那个比较演的像自己，那个因为就是我是最合适那个角色的啊，又是厨师，又是做直播的，然后性格又比较的搞怪，那可能跟我人比较贴近。所以做自己的光是拍的很舒服的，但是小贝那个角色是完全跟我不太贴合的，所以我就想尝试一下，体验一下，再加上压力没那么大，因为没太多戏份啊。老公是那个皇宫的宫，故宫的宫，那个角色叫做老公，我们管他叫老公嘛，啊，宫就是宫廷的宫啊。就算了吧，垃圾桶里的心换不来回答。最美的白月光扫过我身旁，留下一道疤。其实很多人说那个，我看网上有人说刘宇宁很会选项目，他选的项目播的都不差，朋友们，我不否认这个，因为我的剧本，首先我剧本一定自己看，我去的项目啊，
当然是太多了我也看不过来。就是首先我确实，确实会选，因为有些东西我就是有些角色，打个比方啊，我跟你讲，因为我看过一些剧本啊，我给你形容一下，有一个剧本是这样的啊，我不说太具体，我怕以后你们猜出这个戏是啥戏了。一个剧本是我是邀请我演男主嘛，这个是一个古装戏，然后我是一个男主，然后打个比方，这个戏啊，我的性格是什么？朋友们，我的这个男主的人设是什么呢？是一个聪明，然后呢特别会插科打诨啊，嘴特别贫，然后游戏人间，但是又特别有担当啊。然后呢，这个又是那种爱女主非常的坚定，这是男主的人设啊，这几个角度，然后 OK 挺好吧，朋友们，是吧？很多这种男主对女主非常专一，非常有担当，又聪明，但是又有幽默感，其实这已经很好的一个角色了，对不对？这其实是一个很好的角色了，对吧？有朋友说喜欢，没错啊，不错，挺好。但是我告诉你，男二是什么？啊，咱先说女主，女主人设呢是一个拥有超能力的一个人，在古代啊，拥有超能力啊，而且只有她一个人有。OK， 不重要。当然，你作为一个男的，你不会说跟女主去比拼。OK， 男二什么人设呢？就是现在非常非常喜欢的那种霸道病娇，霸道病娇的角色。第一是霸道总裁人设，第二带点病娇。OK， 没所谓。男三什么样的？男三是爱而不得，且是疯批。对女主爱而不得，且是疯批。我当时看完这个，好家伙，这不得让人演死吗？如果你把这个男主接了，你演不过男二男三的，你演再好你也演不过他们的，他们人设太带感了。他们不用演，剧情事件就足以让他碾压你所有的一切了。他跟演已经不。为什么最近的剧总会出圈的很多都是男二或者是男三这种的？我告诉你，因为男一呢必须是第一是正派嘛，第二呢，其实男一的人设不会特别复杂，可以复杂，但是他一定是正的。但是现在大众大众看剧，他的习惯是喜欢看带感的人设，喜欢看反派，看疯批、病娇这种的，就是你不用演，你的事件、你的妆造，你在那一摆个脸，你脸上没有任何表情，你就赢了。所以人物带感这件事儿其实是很重要的啊。男一我就想说啊，像这样的剧呢，就是男一怎么说呢？就是你用浑身解数，你演飞边的了，你就是这个影帝级别的表演，你都很难在那个剧里出彩，你懂吧？所以有的时候我为什么说我接剧本看角色，就有些东西你是无能为力的，跟你努力与不努力是没有关系的，因为它本身就是角色，它就注定你能够走多远啊！哎，我说这个不会被人学起吧？你说现在很多剧，男一累死累活，然后又宣传，然后又背负着这个成败，然后又要去
各种的去每天任劳任怨，戏份最多，在那儿哐哐一顿拍，然后其他角色不用怎么演，没有什么东西啊，然后人设好，直接就是拉踩男一，我就觉得很可悲。如果我说我是说，如果你会不会有天也离开我的生活？剩我就只剩。有朋友说还是演技不足啊？不是，其实因为，哎，演技啥的其实没事儿，我怕聊深了啊，跟演技其实没关系的，就是算了，就是这个是问题，如果一聊能聊一天，就关于角色上的东西，但是不想跟你们分享，因为很多人是听不懂的，他们不关注啊，不管。其实很多东西不是演技的演技的问题，就是人设，人设其实是最重要的。下一个我你就演技再好，让你演一个瘫痪在床的，你怎么演？我就这么给你形容，你就明白了。你是演技影帝，但是让你演一个植物人，你演技有多好？你告诉我，演一个植物人你有多好？就是你整场是昏迷的一个植物人躺在床上，你是影帝，你能跟演技有关系吗？没有关系啊。你对我说不要失落，你永远会像寒冬里炙热的烟火。伴我会一直温暖着我，可是我害怕我一个人被你丢下，害怕每次分别后的牵挂，像朵野花被遗忘啊。所以每次在你走的时候，我都紧握着你的手，对你说要记得回来看我。因为说过要重逢，所以我没离开。我会等冬去春来，那山花谢了又。听你一声呼唤。有朋友说男二男三也有上桌的旋律，但只要不拉踩，是这样的啊，不是说就是不是哪可能？我都说了，一部剧的成功绝不是一个人的努力啊。如果你自己真的优秀到那个程度，你自己就可以担当那个的话，你就自己拍一个嘛。其实是每个人的努力都有，但真的不要拉踩啊，就是想上位很正常，但是不要做的太难看，就这样了。就为你奔赴而来，我们一定要重逢，我绝不会离开。月亮它弯了又圆，年轮一圈又一圈，我会一直等待，因为你是命运给我最好的安排。OK， 不用教我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不用在那劝我、阻止我，别说了，就是本来没啥事儿，告诉你让你整的好像很严重的一件事儿，没有啊，没事儿，可是我害怕我一个人被你丢下，害怕每次分别后的牵挂，像朵野花被忘啊。所以每次在你走的时候，我都紧握着你的手。没有，我只是说我接戏的一个理念嘛，我自己的一个当然这只是一小部分啊，我说的只是一小部分，我只是说从角色出发，其实接戏也要看很多东西的，其实不光光是剧本，剧本是一定是第一的，第二是人物，第三是其他的，这些都很重要。对，所以接戏就是说要记得，因为我之前合作的每一部戏其实都非常好，都非常好。对，所以呢，有的时候你就是比如说你吃过好吃的拉面了，让你再去吃不好吃的东西，你可能就没那么感兴趣，或者吃不吃都行。当你觉得吃不吃都行的时候，你就可能就不吃了啊，就是这样。挺好的，对。
所以以前我之前拍的几部戏都挺好的，无论班底也好，合作公司什么都很棒，所以就是其实挺难得的。然后我再看到一些可能没有之前的东西好的时候，我就觉得再接一个，没有之前好的，它的意义不是说就是跟那个好，不是说那个不是说那个配置啊或者怎么样的，不是那些，而是说那个剧本啊、人物啊这些东西，综合去考虑，没有之前的好或者是怎么样的，或者是我之前拍的也就是这样东西一模一样的，再让我拍一遍，我就不会再拍了，就没什么意思的感觉啊。要记得回来看我，因为说过要重逢，所以我没离开。我会等冬去春来，那山花谢了又开，听你一声呼唤，就为你奔赴而来。我们一定要重逢，我绝不会离。然后里边秋衣嘛，是穿的秋衣。宁哥年纪我老刘啊，年纪大了，不比你们年轻人了。所以啊，我日常出门的时候，从来都是把秋衣秋裤穿得稳稳当当。哎，要不老了，这腿疼腰疼，是真受不了。月亮它弯了又圆，年轮一圈又一圈，我会一直等待，因为有朋友说，网上说你接了江山大同是吗？没接啊，不是我啊，是我刚才已经在上一场直播，不是上半程直播已经说过了。我刚才我看好像有朋友刚进来的，一直在问没接啊，没接，不是我，你去问问别的演员吧啊。啊，当然一定是一个很棒的项目，那是一定的，也希望大家多多期待啊。对，因为有可能人家会找我唱 OST 呢，也是一种合作呢，朋友们，你说呢？哦，咱们就是任何的合作，可能是一种比如说其他的方向嘛，比如说 OST 找我唱，那我就哐哐就是是吧，给我活干，那不也挺好吗？对吧？所以市面上很多的剧都是这样的啊。他说的是找刘宇宁合作了，可能我只是个 OST 演员啊，OST 用声音出演啊，为他们的爱情歌颂啊。你是命运给我最好的安排。有朋友说什么东西给我吓一跳，吓我一跳。这是我模仿我们家粉丝唱歌，可能有些许的夸张和那个贬低，但是确实这劲儿是这个劲儿。有朋友那唱的挺好，一听是说模仿粉丝唱歌，就觉得唱的挺好了，是吧？行了，您哥60岁撕背心吗？可以，60岁撕背心。有朋友说模仿的很像成都演唱会，我后面那姐们嗓门超大。是这样的啊，这个东西啊，听演唱会，比如说你遇到一个身后声音特别大，唱的可能还没那么好听，但声音特别大，这种东西我跟你讲怎么解决呢？这就好比什么呢？好比两个人吵架，当对方的吵架的声音比你大的时候，那你也大声的吵，这样你就听不到对方的声音了。所以下次的时候你也给我大点声，这一刻你俩就是互相屏蔽了，他大声你也大声啊，你这样你就听不到他的大声了，你只有你的这个爽感。因为说过要重逢，所以我没离开。
我会等冬去春来。如果打不过就加入，是。那山花谢了又开，听你一声呼唤，就为你奔赴。有朋友说，刚才有朋友说的很尖锐啊，说宁哥啊，你以前就是拍男二上来的，你这样说不好。我是拍男二上来的，所以我更加了解演员。为什么呢？我可以这么说，我是拍男二上来的，我也一步一步爬到今天的。但是我可以对所有人发誓，我从来没有去拉踩过任何一个人这方面的营销，我去花钱。当然，我也有可能是我刘宇宁能力不够，去拉踩不了别人，但是我从来不会做这件事儿。所以当我在演男一的时候，我真的知道男二他们有多么的不容易，他们多么的就是能够演一场戏是多么的难得，就是抓住每一场戏，我尽量都会算了，说多了没意思，就是我反而会更加理解他们是这样的，不需要拉踩，是你的就是你的。你可以拉踩，但是这是一种非常脏的一个方式，我是不会做的啊。我们一定要重逢，我绝不会离开。月亮它弯了又圆。你可以任何回头去问问跟我合作过的演员或者合作过的同事，你就跟他们聊嘛，对吧？年轮一圈又一圈。我演过那个曾舜晞的男二，对吧？我演过宫剧的男二，你看看那为什么他们现在还是我好朋友呢？是吧？我会一直等待，因为你是命运给我最好的安排。祝我幸福，祝你开心。各位新年快乐！新年到，新年好，又是一年春来早。你对着一句安好，我把红包准备好，你作揖，我拥抱，好久不见可还好？一口汤圆我睡觉，都是团圆的味道。恭喜恭喜你呀，我这厢有里来里多，谁也不算见外，合照就像他的开怀。恭喜恭喜你呀，没有烦恼打扰你呢，快乐一直与您同在，好运滚滚来。一句恭喜恭喜，一定会如意如意。哦，也是说我爱着你，每一句恭喜恭喜，感谢我有你有你。哦，在一起是最值得欢喜的主题。福要到，福来了，满满福气请接好。从我老家的门口贴到拆的长街上，别嫌多，别嫌吵，拿开手机关电脑，今晚熬一个通宵，明天赶去看热闹。行了，当然就是想说，因为我明天真的我会工作忙碌一天的，所以呢，在这里呢也谢谢今天所有好朋友的陪伴和支持。如果此时此刻你还没有关注我微博的朋友，请关注一下我的新浪微博，下次直播的时候我们就有缘可能会再相聚的，所以此时此刻没有关注的朋友关注一下，谢谢各位的捧场。那在这里呢也祝各位度过一个轻松快乐美好的夜晚，这夜有你们真好，愿你们这夜过得愉快，咱们下次直播不见不散了，各位。祝我幸福，祝你开心。晚安，各位。说一句恭喜恭喜，一定会如意如意。哦，也是说我爱着你，每一句东西，感谢我有。